者係賭王，4條女都俾佢揸到，你唔好彩啦！嗨，欢迎来到扭转乾坤，一个让你看透股市的频道。这里我们将为你讲解马股的大小事。继续上一支影片，我们做了 Maybank、Alliance Bank 和 Public Bank 的业绩分析，银行股也差不多被我们说很久的影片。开始前，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、点赞、分享，并打开小铃铛哦。那么我们先来看看云顶的公司结构。首先，云顶只是一家控股公司，它没有参与应云任何的产业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，云顶旗下是拥有云顶新加坡的 52.7% 的股份，云顶大马 49.5% 的股份，云顶中资 55.4% 的股份，云顶能源 100% 的股份，而一些管理公司的 100% 股份。当然也不能忽略它唯一一间 100% 控股的休闲与酒店产业 Resort World Las Vegas。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云顶集团的产业分布都很容易明白，休闲与酒店行业基本上都由云顶大马掌管，种植和能源当然就被云顶能源和云顶种植掌管，而云顶本身就掌管一些云顶的管理公司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云顶这个季度的整体表现。云顶的收入是 3.3 个 billion， 比起上个季度的 1.1 个 billion 增长了3倍，也回到了疫情前的 60%。 而盈利方面则是亏损了 130.7 个 million， 比上个季度亏损了 786.1 个 million， 减少了 655.4 个 million。 比起上个季度的 1.6 个 billion 税前亏损，我们可以看到云顶这一次还开始赚了60个 million， 证明云顶是有在慢慢复苏的。之后云顶的现金流也是稳稳的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还剩28个 million， 比疫情前的32个 million 少了4个 million 而已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云顶旗下各个公司的表现。首先我们来看云顶新加坡，因为疫情前云顶新加坡的收入通常都占了云顶集团总收入的 30% 左右。那么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云顶新加坡的收入是833个 million， 比起上个季度受到疫情冲击下的78个 million 恢复了很多，而且也回到了疫情前的 46%。 此外，自从新加坡在7月1日开放赌场后，云顶新加坡的赌博盈利高达647个 million， 占了这个季度税前盈利的 77%， 这也接近了云顶新加坡在疫情前的赌博税前盈利。因此这也导致这个季度的云顶新加坡的税前总盈利率提高了许多。这也是因为随着新加坡政府防疫越来越成功，造成新加坡逐渐开放，旅游业也就能有希望。加上新加坡政府也提倡本地人支持旅游业，因此许多投行也预测云顶新加坡拥有着新加坡仅有的2家赌场的其中一间，未来也只会比现在的表现更加好，而且现在复苏也比想象的好。不仅如此，在云顶的未来展望中有提到，他们将致力开发云顶新加坡的计划，这项计划预计将高达 4.5 billion 新币，这将实现 Resort World Singapore 2.0， 也会把 Resort World Singapore 推向更高峰。而且他们也有参与在日本的 Yokohama Integrated Resort 的投标。那么说完了云顶新加坡，我们再来看看云顶种植 Genting Plantation， 他们可谓是这个季度的惊喜。云顶种植在这个季度的收入比上个季度的 544.3 个 million 增长到了 645.6 个 million， 盈利却从 22.6 个 million 翻了3倍到 61.4 个 million， 这些都要归功于中油价格 Crude Palm Oil 的起伏。现在 CPO 也大约在3400令吉左右，所以投行预测未来云顶种植下个季度还会表现得更好。此外，他们在印尼的种植也将在下个季度迎来高峰。虽然云顶种植在这个季度很赚钱，但是他们在疫情前通常都只占了云顶的收入不到 10%， 所以靠云顶种植复苏还是有点太少了。而云顶能源其实从疫情以来也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，而且也只占了云顶集团很小的收入。但是我们也简单的带过一下，在他们的展望中有提到，上个季度中断的印尼万丹发电厂已经恢复正常运作，而印度的江义丰
风电场因为将受到10月至3月低峰季节的影响，所以此时将进行同帽安装以减轻雷击的可能性，从而提高了风电场的利用率。那么说完他们大致上的子公司，我们来看看云顶近期的一项大计划，那就是他们位于 Las Vegas 的 Resort World Las Vegas。这间酒店曾经在上个影片中分享过，还没看的朋友记得回到上个影片观看哦。这个季度 Resort World Las Vegas 又传来了好消息，这个预计将在明年夏天开张的酒店已经开始招聘面试6000名员工了，也就是说它很有可能将会如期完工投入运作。那么大家肯定很好奇，为什么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说到云顶大马呢？因为小片我将会在下期做完整的云顶大马详细分析给大家哦。那么云顶集团到底适不适合投资呢？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云顶的 Net Total Asset NTA 每一股净资产是高达 8.63令吉，而股价只有 4.66令吉，而比起云顶大马现在的 Net Total Asset 每一股净资产是2令吉70仙，股价则是2令吉68仙，所以云顶集团的股价和 Net Total Asset 还是有一段距离的。所以以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，就是云顶集团旗下的云顶新加坡和云顶大马都开始复苏了，云顶集团的股价却还没有比它的子公司反弹的那么大。那么为什么云顶集团不像子公司一样被投资者青睐呢？小片我是觉得，因为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就是云顶大马有唯一一家赌场，很稳不会倒，但是很多人却没有真正去了解云顶集团，因此认为国外的赌场都是在亏钱，所以云顶集团没有得到投资者的青睐。可是事实却与投资者们的想法相反，因为除了 Resort World Las Vegas 和 Resort World Singapore， 其他所有赚钱和亏钱的赌场都是属于跟定 Malaysia 旗下的。此外还有一个可能，就是因为云顶大马的股价比起云顶更便宜，而且股息8仙率也比云顶集团的高，所以大家会比较喜欢云顶大马。那么还有一样东西小片要大家注意的，就是云顶的市值会否跌出30大蓝筹。以云顶现在的市值来看，已经回到了30大蓝筹之内，也就是29名，而云顶大马现在还是34名，但是相信很快在年尾之前就会回到30大。如果想知道跌出去会有什么后果，等下可以回到之前的影片观看。大家对哪家科技股最有兴趣？你们可以在下面踊跃留言，之后小片会选最多人留言的来做解说，请敬请期待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